大家好，昨天啊，有一名中国游客在印尼啊，从山上拍照的时候坠落身亡啊，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这个具体情况呢是4月20号凌晨，一个叫 HL 的31岁的女游客和她丈夫啊一起去印尼旅游，然后在当天凌晨的2点10分啊，他们在导游的带领下啊前往这个伊真火山看日出，就是观看那个著名的蓝色火焰。我们看一下这个伊真火山的位置啊，伊真火山啊是在印尼的爪哇岛的东半部。那这个女游客呢，当时啊，她想在一个网红树附近呢拍这个日出照留念。这个导游之前提醒过她说，这个地方啊，网红打卡点啊，但是十分危险。但是那天啊，她穿着一个长裙，那么在拍照过程中呢，这个女游客在往后退的时候就被长裙绊倒，就从75米高的这个峡谷啊就摔下去了。这个所谓的蓝色火焰啊，就是这个地方比较知名的一个景点。那现在这照片呢是其他游客的拍的非常好看的照片。它这个所谓的原理呢，就是火山中的这个硫啊，就硫磺的这个气体有关。那这种主要是因为这个硫磺气体啊，它挥发或者释放的时候呢，它地下的高温呢，使得这个硫磺和硫磺石矿融化，就产生了大量的这个硫磺气体。然后呢，这硫磺气体接触到空气中的这个氧气的时候呢，因为温度比较高嘛，这个硫磺气体就会自燃。但是大家知道，硫磺气体这个燃烧的时候啊，它通常会有鲜明的这个蓝色。这种蓝色呢，主要是因为温度比较高，火焰温度比较高，那么火焰中的光谱啊，它就倾向于是蓝色的火焰。那但是这种蓝色火焰啊，你要在白天的时候呢不太明显，在晚上的时候呢是效果非常明显的。所以也有很多游客呀，在晚上的时候或者凌晨的时候前往啊。那当然说他们这次呢主要是为了看日出去到这个山顶。据了解啊，2023年的时候啊，这个伊真火山啊曾经拍过纪录片叫《火山之恋》。这个电影里边这个伊真火山啊，硫酸湖啊就成了这个旅行爱好者的这个打卡地。那么伊真火山常年以全世界唯2的能看见蓝色火焰的地方为卖点，另外一个是在非洲啊，它吸引着全世界的游客。那么刚才大家看到很多网友呢拍照都是在那个角度来拍，也之前啊也曾有其他的外国游客想在那个地方拍，差点掉下去。所以啊，看来发生事故总是有概率的，不是你就是他。那么现在呢，这个景点啊已经把很多网友给劝退了啊。那么这个消息传回国内之后呢，很多人都是比较这个怎么说呢，震惊或者惊讶的，好像出国旅游就会出事一样啊，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啊。那这个事故啊，其实主要我们能看到啊，这个里边啊就有很多的就是这个游客的准备的不足。那当然了，我们不能，毕竟是意外嘛，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呀，提醒我们啊，你去玩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做好功课啊。那么从简单的这个报道来看啊，我们能找出几点啊它安全上的疏漏或者是不注意的地方。比如第一个就是导游的警告。这个报道里边说啊，导游曾经提醒过他，那是真的假的我不知道，起码就是导游按道理说会说这么一句话，就是说注意啊，这个地方很危险。那么导游会不会无故说这话呢？他也是很多的经验和教训，就是说他会说出来。那另外一个呢，可能他也为了就是说脱责是吧，在这种凌晨或者复杂的条件下给出个提示来，你是一定要注意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衣服，大家知道他穿了一个长裙在这种不平坦的这种山路上，你穿个长裙照相，甚至挂个大围脖是吧，你在户外活动的时候，这个是非常不合适的包括有的鞋子，有人也甚至穿高跟的鞋子是吧。再一个呢，就是站立位置是吧，他背对着悬崖照相，这是非常危险的。你稍微一退后或者是有个石头绊一下，不穿长裙都可能会摔倒，而一旦摔倒之后你在悬崖边上，你反应的时间是非常短的。你避免靠近边缘，避免在你看不见，把你看不见的地方留在最危险的地方，这是最致命的。再一个就是光线和时间，他们在凌晨2点多登山，为了看
这个日出也好，看其他景点，这时候光线、视线、你的行动都受限，所以你再站在悬崖边上，你想想这几个因素叠加到一起，这出事就是大概率的。所以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就导致了这个悲剧。所以据说这个她这老公啊，就说救援消息回来之后说已经死了之后，他当时是头撞墙啊，一度失控，所以呢没有卖后悔药的地方啊。那我相信啊，就是说很多游客呢，包括我们自己出行的时候呢，肯定会做一些功课，但是在安全方面，尤其是做更多的功课。那我们这个频道啊，过去报道过或者讲过很多次的这个自然灾害、人为事故等等等等，其实这类的视频啊是不太受平台欢迎的，所以我现在做的确实比较少。为什么呢？这个不好的事啊，大家都不愿意投广告，对吧？观看量也会少。但实际上呢，我们要从最不利点分析，才能避免你出行的时候遭遇的这种不测。你像我们如果说跟团或者自由行，你要准备很多东西，像旅行文件这些肯定是确定的，你的护照不能过期，是吧？你要有合适的签证还有一些身份证明的复印件一定要随身带着，以防万一嘛。再一个呢，就是健康和安全，比如你去非洲，疫苗怎么打，是吧？再一个就是旅游保险。前两天不出一个尼泊尔的应该一个复旦大学的一个学生还是怎么样的，到尼泊尔去旅游去了，结果呢购买的保险里边恰好没有尼泊尔，那这个里边是有争议的，因为这个小伙子给他爸发的文件里边没有写这一条，就是他用的那个 APP 上面没写着不包含亚洲地，不包含尼泊尔，但是呢他在他的官网就是电脑版的这上面是写着呢，所以这个就很惨出事故之后呢，这个保险公司不去救援，说没在我们这儿买这个保险，不覆盖这个尼泊尔地区尼泊尔。再一个就是了解当地的这种紧急联系机构的电话，包括使馆电话，是吧？那当然钱也是重要的，你的财务准备，准备一些小额的货币，是吧？如果你要进国际旅游，万一这个银行卡被冻结怎么办，是吧？要有一些现金以及备用的信用卡。那当然行李的话呢，也是最重要的。这里边呢就包含你的衣物，是吧？你要看它的历史温度、平均值、最低值等等等等，这些都要做好。那语言文化这块就不用说了，你多少得懂点当地的一些简单的打招呼的用语，是吧？那自由行的话呢，你可能需要准备的东西更多那这里边呢，我们就不是专门做旅游的频道，就不多说了。那我现在呢也正在办日韩的5年的签证，我估计韩国5年的不好办，是吧？日本5年的应该能办下来。为什么办长期的呢？因为你去一次办一次也挺麻烦这个是吧？再一个呢，就是欧洲的这个申根签证，我也准备去办一下。在这里边，你去什么地方，你就要提前做一些详细的准备。特别是刚才我们讲的，针对安全，没有小事我觉得你特别要注意，你这个景点历史上发生过哪些事故。你比如说很多历史上的著名事故在景点里面发生的都会有相关报道。那当然说雪崩你能怎么防是吧？我们像自然灾害类的这些事故，只要不是频度特别高的，那我们就也没有什么可防的了。那当然你要去个地震灾害频发的地区，你还是要有点这个地震的常识的，是吧？研究这些事故的历史就是把这些景点的事故历史呢，就通过新闻报道旅行论坛以及一些其他的网站，你看它的安全设施怎么样紧急疏散措施怎么样，关键还要阅读读者的评论很多这个网站上都有读者的评论。我们就刚才像我们说的这些历史信息，就比如印尼出现什么什么事故了，其实有很多再一个呢就是专业人士。刚才说导游给过提醒，其实他们做这件事每天每年上百个团队可能都要带领来旅游，在他心中已经是一个百科全书级的这么一个可以当成个 AI 了，你问他什么都知道。那当然他首先会兼顾他自己的利益，也可以做一个重要参考。再一个就是应急计划，是吧？包括我们说应急的手机卡、应急的银行卡、紧急联系人、急救措施，这些东西呢，一旦比如说当地如果治安不好，比如你去一些
治安比较乱的地区，那你就好规划好你的旅行时间、出行时间，对吧？比如这个地区呢，经常发生暴雨、雷雨，你也要准备好啊，提前的一些东西。所以呢，根据这些东西啊，我们才能合理出行、安全出行。在这个时候呢，不管你打卡点拍照好不好，小红书上能不能传，抖音上能不能发，这都不重要，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因为没有后药啊，一旦出了事儿，你头撞墙也没用。所以啊，希望大家呢，很快要到5·1了，很多朋友呢会出国旅行，希望大家在享受这个美景的同时保持警觉，确保自己和同伴的安全。当然了，也别忘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是一个科普的，也是一个关注大众安全的这个频道。希望大家呢一切平安，拜拜。